我们这儿的天暖2天，冷2天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带来了我们的老伙伴，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车上后边啊缺少一套看电影的音箱，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买的那套哈，还是用它，效果十分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给它穿线走线，因为这个的线不是那么很好走。把拓展打开吧，你先上。好，我们要把这个线重新穿一下管道哈，从这个穿线管里穿出来。但是我们这个线头上被我绑了一个防磁干扰的一个东西，把这个东西取下来。对，这样的它就有可能能从这里边穿出来。如果那个线管没有这么粗穿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用另外一头穿。这头是我买的是这种直角的哈，比较好插，好走线。好，我们的音频线连到这儿，其实是可以蓝牙连接的，但是蓝牙连接用这个音箱了，它会有损失，所以我们还是走一个标准的音频线会比较好一点啊。然后在那边顶上穿管，我把这块板卸开，卸开之后，然后墙上我又重新打了个孔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顺着这边一直到空调上边，然后到这边放在这儿，这一排就十分好。这个线在这儿，到时候我们从这后边穿过去。搞定，这个现在正在重新收拾衣柜哈，我们的音箱已经完成了。目前来说，我们的投影已经正常的投入了使用哈。而且你看，站在床上的这个位置，现在这个位置，他在收拾衣柜，这样这个位置看投影效果还挺不错的。但是这东西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白天它肯定不如电视亮，对吧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把它收起来。今天的事情就这点事儿。重新穿一根线，把这个柜子里边打了一排孔，然后穿到那个上面去，连接到我们的音箱。完事，把这个投影音箱，我们在后边连了一个90度的一个音频线啊，进到顶子，穿到柜子，然后穿到那边去，然后接通我们的音箱。这样是一个比较不损失音质的一种连接方式啊。如果要是用蓝牙比较简单，不需要穿线，但是这个音质就会大大的损失。那我们就用普通音箱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用这个音箱了。好，拿着我们的东西，下午我们还要出去买点东西给车上。这里是什么？哎，这是要拿到车上的吧？还没有收拾。我们的车已经基本全部弄完了哈，然后今天我们要开到这个车厂去，然后做一下出发前的检查，包括底盘呀、整个悬挂呀什么的。因为这个车在出门跑长途之前，还是检查一下会比较好啊。我们先把拓展收回来，所以我要把它开到一个有地沟的地方，可以检查。依维柯这个启动声音啊，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点听不惯。不像大通的那个声音听着那么熟悉哈。手刹放着，走喽。看这个依维柯的授权维修中心啊，它有地沟，因为我们之前来过哈，所以我就记得了。我们想检查底盘，必须要有这种地沟，或者是把这个车抬起来。室内地沟如果门头不够高的话，它也是进不去的，所以这种地沟呢，它是刚刚好。等会儿让师傅检查一下，我们在车里边需要安装点东西，因为还有最后一个配件没有安，自己 DIY 一下。我们的连接杆都是这样子的，只能装一个球头，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很不便，像我们这样的话就得装2个底座哈。但是呢，那边没有地方装2个底座了已经，所以我们需要更换一个球头，就这一个球头，它的这个配件超级贵，一个球头100多。比一手机架子还贵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 DIY 一下。如果再买个底座，再买一个这个东西就更贵了。哎，可以
看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多空出一个球头来做其他的事情啊。把它夹到这儿，这样的话我们这儿还有个球头，这个球头我们就可以再接一个手机接到这儿啊，就不挡这儿了。回头我们再接手机的事儿不着急。然后师傅在外边帮我们检查车，我们在这个车里边拆点东西啊。一个挺不错的稳定仪，评测最近一直评测，网上评测挺不错的稳定仪，大疆 RS3 mini 啊。据说这一次的包装比较简单哈，连个袋儿什么的都没给，就只有一个稳定仪。果然，因为我们出去拍摄，我最烦的就是很大的，如影的这个系列呢。最大那个我们是有的哈，就很不方便，像是个健身器材。哎，这一款呢，感觉还挺轻的。我们就是要轻量化、轻便，这个其他的不重要。哟，这还有给空盒子，啥意思？盒子里是不是应该有东西？我们是打算用 FX3 的啊 ，FX3，然后加这个2470，但是现在这上面绑着这个镜头呢，它是一个14的定焦哈。再把我们原本下边的那个阿卡接口拆掉。这些东西啊，它初次使用都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，就是你要调频，它并不是你直接就可以用的哈，因为每次挂载的这个镜头啊什么的都不一样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把它调频了，不管是什么角度，你把它放着，它都倾斜，它都不会太转。你看这个角度还是有点不行啊，稍微再往后来一点点。好，就这样，斜45度，它镜头不会动，然后可以正面朝上不会动，可以斜45度朝上不会动，手松开之后它不会动了啊，这就证明你已经把它调平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启动它了啊。有一个稳定仪呢，它可以让你更好的去拍摄视频啊，画面会更加稳定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就是蓝牙控制连接。哎呀，我刚才调的时候忘摘镜头盖了，傻掉了。你看这一启动，就这一点点重量它就不平衡了。我们还是得把它调平。拆箱到此结束啊，之后看看我们之后再试一下，看它好不好使吧。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些这个调料瓶的防撞以及这个垫子哈，现在还没到，不过这2天应该到了我们就出发了，也没什么东西要准备了。关灯。全车检查没有问题哈，包括避震啊、刹车啊什么这些都，底盘我们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，我们就随时都可以走。顺便在这边把这个水加满，我们这个加水系统很有意思的哈，看有多少口。这是我们的压力加水口，压力加水口就是没有压力你是加不进去的，只要自来水的压力才能可以加进去。这个是我们的抽水的，就是我们之前的220的那个快速抽水泵啊，不是那种12伏的这种抽水泵。所以呢，用这个220的抽水它会更快一点。我们要是可以拖着水管的时候呢，水管就直接进了。而且我让在这边设计了一个点烟器的插头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这边使用点烟器检测车胎啊什么的胎压之类的，不一定用个什么东西。所以呢，我的车的4个角都有点烟器头，只不过是在不一样的位置上，像我们给轮胎啊打个气都很方便。一切检查就绪完毕啊！我们现在这个车呢，就是达到了出发的状态了啊。就这几天我们就可以走了。看那儿还放着这些备用的件，我们从车上要带一些这种备用的水管啊什么的，以免这个车冻坏了。可能是永远都用不上，但是用上的话它就有用了。我们今天要装一个手机支架，刚刚从那边检查回来哈，我们这个手机支架到了。这个是黑行者还未上市的一个车载磁充无线充支架哈，一看这个质量，这个黑行者的这些东西呢，它就是结实，对吧？它因为它是给这种玩户外的人准备的哈，所以呢，它这个东西好处就是结实。你看它这些连接件跟 RAM 的基本差不多。但是我们用不上它那个那么长的，我们用个短的接这儿就行了。其实接个长的也可以，接长的就伸出去太远了，重量又会增加。我们的这个手机
哎，就卡在这儿，这个比较好弄，这样就卡上了。然后另外一头接一个充电器。好，它这个灯亮了就代表有电了哈，然后往上一放，哎，充电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这手机支架结实，因为我之前用那些手机支架摇摇晃晃的，这个只要凝固紧了。行了，我们这边一个支架，这边是架一个不太常用的啊支架，这个充不充电就无所谓，主要是它，最重要是它是无线充。我们后边套一环。可以了，这又多了一个哦，它这底座，这底座不用浪费了，我们留下来吧，呵呵，留下来备用，我们什么时候有用？这都是铝合金的底座，看着要装车外的什么东西的时候用它固定，绝了。